去新疆旅行最怕唔係冇錢，而係唔敢去廁所。呢句說話到底係咪真？總結咗10日北疆精華，身邊朋友問得最多嘅，網上報團會唔會俾人呃？大環線同小環線點揀？仲有新疆啲廁所係咪真係好似傳聞中咁恐怖？今集幫大家避開最常中伏嘅位，講最真實嘅過來人貼士。首先，點樣隔空揾新疆當地團又唔中伏？一開始揀團，大家不妨加多幾間微信慢慢傾，比較下。一加微信，對方一定熱情到爆，但過多2-3日，每日都催親，對行程仲有咩問題啊？冇問題可以俾訂金啦。講真，唔使急，更加唔使不好意思，直接無視或者按自己節奏覆就得。到俾訂金流程，千祈要入對方嘅公司官方賬號，絕對唔好轉賬去私人微信或者個人戶口。小紅書上面好多俾完錢就失聯嘅悲劇。睇下報嘅團係唔係包埋景區門票，如果包門票，而同行團友入面有60歲或以上嘅長者，事前一定要同旅行社講定，因為新疆好多景區60歲同65歲以上都會有長者半價，甚至免門票優惠。等全個旅程完結之後，你就可以通知旅行社，要佢哋退返差價俾你啦。到咗落地第一日，旅行社職員會去酒店大堂，你對合約、簽名兼付尾數，搞掂晒之後，佢就會拉司機入群組，司機就會喺群組通知你第2日點樣集合啦。對北疆完全冇概念，究竟揀大環線定小環線？聽人講走北疆好辛苦，當初我哋就係秉持住一嚟到緊係去到盡嘅心態，揀咗大環線。但講真，北疆大環線如果想玩得舒服，連埋來回飛機最少要預10到12日。我哋今次實際得8日，結果大部分時間都係喺車度趕路，真係好攰。如果俾我再揀一次，季節上面我會咁樣揀：春天至初夏，6月左右玩伊犁小環線就最正，有花海，又有一望無際嘅大草原。春天行真係好靚，反而春天嘅阿勒泰就冇咁驚喜啦。想睇最靚嘅阿勒泰，一定要等秋冬去，可以睇到金秋、雪景、小木屋或者去滑雪，震撼感完全唔同級數。講到廁所，好多人一聽去新疆就最怕。講真，我呢趟行程完全冇遇過網上傳說中嗰啲幾條木板搭出嚟嘅旱廁，可能依家流動廁所普及咗，真係冇想象中咁恐怖。但喺新疆有樣嘢你一定要帶足，就係廁紙。喺新疆日日飲酸奶，食新鮮水果，仲有大盤雞、羊肉呢啲油膩嘢，腸胃真係極容易水土不服。再加上每到一個服務區，你就算唔想去，都強制要去一次，因為你完全唔會知下一個服務區要等幾耐。結果去廁所頻率高咗，啲廁紙自然消耗得極快。去到新疆，仲有一樣嘢大家一定要有心理準備，就係時差同埋超長嘅日照時間。雖然新疆官方係用北京時間，但因為地理位置偏西，當地嘅生理時鐘其實比香港慢咗整整2個鐘。6月去北疆，每日朝早6點半日出，要到晚上10點幾個天先會開始日落，一日有成16個鐘嘅日照。呢樣嘢好處係景區可以由朝玩到晚，超抵玩。但壞處就係生活作息會完全顛倒。當地人下午2點先開始食午飯，夜晚9點、10點天未黑晒就食晚餐，真係好奇妙。你每日玩完返到酒店食完飯，往往已經係半夜12點，但第二朝又要8、9點起身出發，幾日落嚟，生理時鐘真係會幾攰。新疆天氣乾燥到爆，太陽又猛，防曬帽、太陽眼鏡亦係必備，同埋唔少得護膚三寶、潤唇膏、手霜、面霜。證件一定要隨身帶，因為新疆沿途檢查站極多，隨時要落車 check 證件。
千萬唔好塞喺行李箱入面。除咗證件，外套一樣要隨身。車程中地形變化好大，你上車嗰陣喺山腳可能熱到穿短袖，但落車嗰陣已經去到海拔幾千米嘅山頂，有大風吹幾下，真係會凍到傻咗。防風外套記得直接放喺座位旁邊。講完衫褲，藥物真係重中之重。喺新疆，如果病咗或者肚痛，最近嘅醫院或者藥房可能要揸幾百公里車，所以呢個藥包一定要擺喺隨身袋。雲浪遠，每日搭車5至8個鐘，又要過無數個彎彎曲曲嘅盤山公路，好似獨庫公路、和木夏納斯山路。雖然我哋成車人最後都用唔着，但有備無患。腸胃藥呢個一定要帶喎。我哋團友就係前2餐食得太歡暢，大魚大肉，腸胃頂唔順，結果後幾餐只敢食菜，怕消化唔到。感冒退燒藥，山腳25度，一上山頂落車得返5度，溫差極大，超級容易冷親。大定退燒，隨身保命就最安心。蚊怕水、止痕膏，去恰西森林或者那拉提呢啲高山草原。出發前聽人講，草叢入面啲蚊蟲都幾猛烈，不過我哋去到又唔係好覺，可能當時太陽太勁，又或者我哋呢班人根本唔惹蚊。不過帶定隨身備用防身，點都冇壞嘅。以上就係我呢咁多日北疆之旅總結出嚟嘅小貼士啦。如果你都打算去新疆，記得 like 同 book mark 呢條片。仲有咩問題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問我。我哋下條片見。拜拜。